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关于美国经济繁荣的新闻，全都是精心包装的谎言。是的，我没有在危言耸听。就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劳工统计局在绝大多数散户根本不会去细看的报告细则里，悄悄抹去了将近100万个所谓的虚假就业岗位。你没有听错，不是1万，不是10万，而是91万个工作岗位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这直接导致截至2025年3月的全年新增就业人数，从原本表面上光鲜亮丽的176万人，被史无前例地下修到了可怜的84万7千人左右，下修幅度超过了一半。这在人类现代经济数据统计的历史上，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黑色幽默。而更可怕的是，华尔街的媒体依然在你的耳边喋喋不休，告诉你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完美的软着陆，告诉你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告诉你应该继续把辛苦赚来的工资砸进那些估值已经高到天际的科技股里。这就好比一架飞机的2个引擎都已经悄悄熄火，机长不仅没有让大家穿上救生衣，反而通过广播告诉你我们正在迎来最平稳的降落，顺便还向你推销了一把高价的免税商品。今天我就要彻底撕开这张表面繁荣的面具，带你看透这背后聪明钱真正在干什么。只有看懂了这套隐藏在水面之下的资金换牌逻辑，你才能在接下来注定要发生的大洗牌中保住你的财富，甚至实现阶层的跃升。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过去的1年，来看看这个被全人类瞩目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底在上演什么宏观迷局。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五，非农就业数据发布的那一瞬间，全球的交易算法、对冲基金和无数盯着屏幕的散户都在根据那个被公布出来的表面数字进行疯狂的买卖。只要那个数字超出预期，媒体就会立刻铺天盖地地宣布美国经济依然坚挺。但他们绝对不会在头条告诉你，几个月后，这个当初引发市场狂欢的数字会被静悄悄地向下修正。让我们看看2026年最新的真实数据。根据最新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JOLTS 报告，2月份的招聘率已经暴跌到了 3.1%。 你可能对这个百分比没有概念，我告诉你，上一次美国的招聘率跌到 3.1% 是2020年4月，那是全球因为疫情彻底停摆的最黑暗时刻。而现在政客们居然称这是一个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这是对普通人真实体感的无情冲击。为什么你的工资没有跑赢物价？为什么你身边的朋友找工作越来越难，甚至面试了几个月都拿不到一个录用通知？因为那些支撑经济数据的所谓新增岗位根本就不是留给中产阶级的体面全职工作，那些被大幅下修的岗位绝大多数集中在零售业、休闲和酒店服务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过去2年所谓的就业繁荣，本质上是无数底层民众为了应对高昂的通货膨胀，不得不去打第2份甚至第3份零工所制造出来的假象。一个人兼职开了3份网约车，在官方的数据里，这就是3个新增就业岗位。这就是华尔街和政客们联手炮制的现代经济学奇迹。更深层次的灾难在于劳工统计局统计模型里那个备受争议的出生死亡模型。这个模型的底层逻辑是，只要经济表面上在增长，官方就假设每个月都有大量的新企业诞生，因此他们会在表格里凭空加上几十万个根本不存在的预估岗位。但是在当前这种极端的利率环境下，中小企业根本借不到钱，他们的真实情况是大面积的破产和裁员，而不是扩张。官方模型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持续的产生幻觉，硬生生的捏造出了这些幽灵岗位。直到年度基准修正到来，纸包不住火了，他们才轻描淡写的把这上百万个虚假数字抹去。接下来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如果就业数据是假的，那么建立在这个虚假数据之上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叙事，那个被无数人奉为圭臬的软着陆神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宏观大错觉。什么是软着陆？软着陆的本质是一种预期管理。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需要全社会相信经济没有衰退，因为一旦人们形成衰退的预期，企业就会停止投资，家庭就会停止消费，那衰退就会立刻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他们必须维持这个幻象。但这套幻象正在榨干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滴血。由于官方坚称劳动力市场火热，美联储就有了完美的借口，将高利率维持在令人窒息的水平。这种政策导致了一个极度畸形的现代无就业扩张时代。从宏观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来看，美国经济似乎还在缓慢增长，
因为大型科技巨头通过疯狂裁员、引入人工智能和提高资本效率，制造了极其漂亮的财报利润。但是，社会的上升阶梯已经被彻底抽干了。经济学界有一个词叫做收入疤痕效应。当一个原本年薪10万美元的白领被裁员，他在失业半年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一份年薪6万美元的工作。在宏观数据上，就业率没有变化，失业率依然在 4% 左右徘徊，看起来一片大好。但在微观现实中，这个家庭的终身收入轨迹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长期的收入损失预期高达 20%。这种隐性的萧条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彻底冰封。租房的人不敢买房，有房的人不敢换房，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旦失去了现在的收入来源，下一个工作根本遥遥无期。这就是为什么实体经济感觉像是在寒冬，而美股大盘却依然在狂欢的根本原因。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连我们都能看出这些数据的破绽，华尔街那些拥有超级计算机和上百个常春藤博士的顶级机构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们当然看出来了，而且看得比谁都清楚，但他们绝对不会在电视上告诉你真相。如果你想知道这帮聪明钱到底在干什么，永远不要听他们嘴上怎么说，你必须死死盯着他们的钱往哪里流。抛开那些表面上的利好利空新闻，让我们直接拆解大资金在2026年的真实意图，揭露这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资本戏码。如果你去追踪2026年第一季度，特别是3月份的全球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就是 ETF 的资金流向，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恐怖的反常现象，这就是机构的底牌。第一张底牌是大规模逃离被动指数，向主动管理型 ETF 的战略大转移。在过去10几年的大牛市里，无脑定投标准普尔500指数这样的被动型 ETF 是所有散户的信仰，也是媒体公认的最优解。但是在这个3月，整个市场发生了极其罕见的异动，几乎 90% 的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全部砸向了主动管理型 ETF，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为什么华尔街突然开始嫌弃被动指数了？因为被动指数基金的运作机制是按市值加权盲目买入。在过去2年里，散户把仅有的几家大型科技股的估值推向了外太空，导致现在你买入被动指数，绝大部分资金都被迫接盘了那些处于历史最高位的科技巨头。聪明钱深知这里的泡沫随时会破裂，所以他们宁愿支付高昂的管理费，也要雇佣顶级的基金经理，通过主动型 ETF 来精准挑选那些有真实盈利防御能力的价值资产，甚至加入宏观对冲策略来对冲大盘重估的风险。他们正在悄悄把那个随时会引爆的被动指数隐患稳稳地递到散户的手里。第二张底牌是资金向超短期国债的极限防御。尽管新闻里每天都在讨论美联储接下来的降息路径，暗示股市还有巨大的流动性红利，但你看固定收益类 ETF 的数据，3月份超过 75% 的固定收益资金没有去买长期国债，而是疯狂涌入久期在0到3个月的超短期国债 ETF， 其中某只代号为 SGOV 的超短债基金甚至成为了资金净流入的绝对王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华尔街最核心的资金根本不相信长期经济会稳定，他们不仅不相信软着陆，他们甚至害怕长期的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导致长期债券崩盘。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把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全部换成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现金等价物。他们在疯狂的囤积弹药，躲在最坚固的防空洞里，冷眼看着外面的散户在股市的最高点继续狂欢。第三张底牌是新旧周期的暴力切换，能源取代科技成为新王。从2020年到现在，科技板块占据了资金流入榜首将近 40% 的时间。但就在最近，能源板块的 ETF 迎来了史诗级的资金净流入，多年来首次登顶排行榜。这种切换绝非偶然。随着中东地缘政治的持续恶化和关键航运通道的瘫痪，原油价格正在重新建立上升通道。聪明钱正在下注一个所有散户都不愿意面对的噩梦剧本，那就是通货膨胀2次反弹，同时叠加真实的失业率飙升。这就是经济学中最无解的死局——滞胀。在滞胀周期里，所有依赖未来现金流贴现的成长型科技股都会遭到毁灭性的估值杀，而掌握硬核实物资产的能源、大宗商品则会成为唯一的避风港。机构已经在能源里完成了建仓，而你手机里的股票软件大概率还在给你推送哪家人工智能公司的芯片又有了新的突破。当你把这3张底牌拼凑在一起，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全景图就彻底清晰了。机构通过虚假的强劲就业数据维持住了股市的高位震荡，
这给了他们极其宝贵的时间窗口。他们在这个窗口期内，利用被动 ETF 把高估值的科技股倒给散户，然后把套现出来的巨量资金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主动防御基金、超短期国债和能源大宗商品里。他们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世纪级别的财富换防。等到潮水真正退去，所有的宏观数据连装都不想装的时候，散户账户里剩下的将只有大跌的指数和深深的绝望。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朋友此刻的心情可能会感到极度的焦虑，甚至是对这个金融体系感到愤怒。这种感觉再正常不过了。在投资心理学中，我们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就是让这种认知失调带来的痛苦转化为盲目的操作。当所有的主流声音都在告诉你世界很美好，而你个人的账户和生活体验却在不断下坠时，你会本能地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自己踏空了这一波史诗级的行情。你害怕错过，这种错失恐惧症会逼着你在最危险的悬崖边缘闭着眼睛跳下去。但我希望你今天看完这期内容后，能够立刻停止这种自我内耗。你感觉生活艰难，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因为你正处在一个被刻意扭曲的宏观经济周期末端。这场注定到来的大洗牌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于今天看懂了这套底层逻辑的你来说，这恰恰是你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跨越阶层的绝对机会。那些隐藏在超短期国债里的聪明钱并不是永远退出市场了，他们只是在等待那个大盘重估、满地筹码的终极时刻。到那时，他们会带着充足的现金，以低到令人发指的价格买下这个世界最核心的优质资产。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丢掉幻想，储备弹药，控制风险，把短期的等待当作你走向财富自由必须缴纳的耐心门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推演揭开了你心中的疑惑，打破了你在别处看不到的信息茧房，请立刻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并务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接下来市场真正变盘时的关键信号。同时，我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面对现在这种虚假的就业数据和随时可能反弹的通货膨胀，你现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市场变量？你的资金现在主要是防守还是进攻？我会持续帮大家整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我们下期见。